各位好，奥运会结束了，中国队首次在客场金牌数与丑国持平，并列世界第一。而且这是在砍掉一些举重项目之后，同时在丑国发起的专门针对中国游泳队超过600次反兴奋剂检测骚扰之后获得的最好成绩。同时，丑国拒绝对他们的运动员进行反兴奋剂检测。另外呢，女子拳击比赛，中国选手竟然与一位阿尔及利亚的阴阳人比赛，可以说这是一次极度不公平的奥运会。即使这样，中国依然取得了史上最好成绩，可喜可贺。本届奥运会，中国实现了几个历史性突破，比如男子100米自由泳，潘展乐打破了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，游出了令人惊异的46.40秒，让西方国家抓狂。再比如，中国男子4×100米混合接力泳比赛，中国队获得了金牌，结束了丑国数十年的垄断。还比如网球女子单打，郑钦文获得了金牌，这也是创造中国奥运历史的成绩。等等等等，中国的金牌面扩大了，一些欧美的强项被中国一一打破。这不仅给中国人、给亚洲人、给世界人民树立了信心，让那些欧美人更擅长某某运动的谎言不攻自破。但是也应该看到，中国的集体项目，比如3大球都集体缺席，这是非常遗憾的。撇开丑国队兴奋剂的双标不谈，丑国的奖牌数比中国多了不止1/3，而且丑国的集体项目，比如篮球、排球等等，都非常强大。虽然丑国女排没有夺冠，但依然强大，所以丑国的体育还是大幅领先中国的。前面说了，不考虑丑国队兴奋剂检测的双标，如果今后大家一视同仁，我确信中国不仅会金牌第一，奖牌数也会大幅缩小与丑国的差距。另外，我大胆地说说本人的想法吧。港台与中国大陆本来就是一个中国，如果把两岸三地的奖牌放在一起，中国的金牌妥妥超过丑国，排世界第一。我们来看看这样的排名，在这点上，我觉得俄罗斯要比中国做得更好。我们看，这是上届东京奥运会时俄罗斯这个国家奖牌榜的排名，就是把两岸三地放在一起排的，这也是与一个中国相一致的。所以呢，非常感谢俄罗斯。本届奥运会依然是中国史上取得最好成绩的一届奥运会，值得所有中国人及海外华人自豪。接下来从本人的角度来盘点一下本届奥运会，说说我的感想。第一，奥运被美欧西方肮脏的地缘政治亵渎，炒作中国所谓兴奋剂的事，就如同炒作当年的新疆种族灭绝一样，完全是美欧西方那一套地缘政治肮脏操作，现在用到了奥运赛场上，极度丑陋。还有对中东某一类小国的特别对待，与禁止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参加奥运会比赛，也是丑国及欧洲他们地缘政治的延伸，实在令人不齿。第二点，双标，具体的说就是丑国及西方的双标。参赛与竞赛，中东某一类小国悍然对别国发动战争，现在也在继续杀戮，他可以参加奥运会，但是呢，俄罗斯、白俄罗斯却被禁赛，这个我就不细说了，这就是典型的西方的双标。奥运会其实也是个被美欧西方把持的机构，没有什么公平性可言。第二个就是兴奋剂的双标，丑国不接受检测，而中国狂检超过600次。比如丑国短跑名将莱尔斯在100米短跑决赛后获得金牌，随后他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嚣张地宣布，我患有哮喘、过敏、阅读障碍、注意力缺陷障碍、焦虑症和抑郁症，但这些不能定义我最终成为何种人。他的社交媒体上都是些祝贺他的丑国人，他们说丑国人为你骄傲。他患了如此多的疾病，作为病重的人竟然带病参加比赛。当然，作为病人，他需要很多药物进行所谓的治疗，比如治疗哮喘及抑郁症的药物都含有兴奋剂，但丑国以病人为由，拒绝对此类人进行检测。就是说，像这样的众多丑国运动员，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着
奥运免检特权，能借助此类药物的优势取胜。以往丑国运动员对此类问题尚有避讳，如今却公然宣称我就用药了，你们能奈何我不？相比之下，本届奥运中国队需要接受多达600次检测，而丑国队不用检测。这样的所谓规则，这样的双标，还谈什么公平公正？我一直不明白，为什么没有国家对此进行有效的抗议，包括中国，而给人的感觉是中国在委曲求全，配合检测，实在令人费解。200米短跑后，这位所谓丑国短跑名将直接倒地不起，国际田联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要对其进行药检，结果丑国拒绝了，说他是因为新冠，要检测可以，等治疗新冠后再说。不得不说啊，这就是丑国的牛仔风格呀。这些丑国运动员就像丑国的现状一样，表面光鲜，实则依赖药物维持巅峰状态。一旦今后药停，马上溃不成军，丑国的国家运势也将随之黯淡。就看今后中国等国家能否硬起来，打破丑国制定的规则。我盘点的第3点，本届巴黎奥运就是是男是女，西方白左说了算。西方白左当道，现在已经影响到奥运了，这是对全球女权运动以及所有女性的狠狠打脸呀。我们看看，这可能是阿尔及利亚电视台的画面。阿尔及利亚女拳击手，这位叫哈利夫的人，在女子66公斤级拳击决赛中击败中国选手杨柳，夺得金牌。我们看看杨柳，从画面看，说不出的无奈呀，可能他心里有1万匹草泥马。他本可以取得金牌的。哈利夫出身为女性，我猜这个人就是所谓的 FTM， 大家可以自己找找看，英文字母 FTM， 汉语可以叫阴阳人。这里我不能放那个器官的照片出来啊，其实出生时这个人的性器官是女性器官明显，男性器官非常小非常小，所以出生一般作为女性，但是他的染色体却是男性的 XY， 所以从身体外观来看是一个十足的男人，一般他自己也更认同男性身份。其实可以这么说啊，除了有一个女性性器官之外，其他全是男性的，男性的乳房，男性的身材，有胡子，可能还有很多体毛等等。如果大家不信啊，甚至有专门此类的 A 片，从科普角度，大家不妨去看看图像，扫盲一下。这样的人参加奥运女子拳击比赛，国际上肯定有很多争议。德国人发的推特上一大堆人在说这个事儿，都说他就是个男的，这也是德国人贴出来的照片，上面写着没有任何阿尔及利亚男人这么扛一个女人。有的德国人补充说，如果真要扛，也是把女人放在左边或者右边的肩上呀。也有的德国人问，在穆斯林国家，连与女性握手都是禁忌，还能这么扛起穆斯林女性？更有德国人调侃说，阿尔及利亚的教练可能也是个女人吧。英语频道上也是骂声一片。所以这点全世界人民好像三观较为一致吧。但是除了阿拉伯语国家之外，我们看这个频道下面阿拉伯语的评论都是欣喜若狂、赞叹的、鼓励的，一片一片的啊。我盘点的第4点，本届奥运丑国死要面子。体操项目女子自由操决赛中，原本罗马尼亚选手得分比丑国选手的高，理应获得铜牌，但随后丑国选手的教练以难度系数更高提出申诉并成功，丑国队获得铜牌。后来罗马尼亚总理扬言抵制奥运闭幕式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8月10日裁定美国队申诉无效，丑国铜牌无效，罗马尼亚最终获得铜牌，真是一波三折。很是讽刺，罗马尼亚是个很舔丑国的国家，该国就是屈服于丑国的施压而把华为 5G 踢出去的，哪知道人家丑国还是不给罗马尼亚面子。当然了，体育与经济或者是科技没有直接关系，但足以证明舔丑国不能给你的国家带来任何好处，有时候反是屈辱。第5点，丑国到手的金牌飞了，对此丑国媒体耿耿于怀。事情呢是这样的，在男子跳高决赛中，
新西兰选手与丑国选手成功跳过的高度都是2.36米，根据规则，他们都可以获得1枚金牌。然而，他们选择加赛，分出高低，结果新西兰选手获胜，丑国选手只能屈居银牌。所以呢，这枚到手的金牌飞了。因此，丑国的媒体对此真的耿耿于怀，他们都说，如果多了这枚金牌，那就可以完全超过中国了。好，我们看第6点，故意绕开中国队。英国队只和朝鲜队拥抱，直接无视全红婵和陈芋汐。话说，女子10米跳台的这对英国组合非常奇葩及小气，没有格局，输不起。他们只拿到了第3名，获得铜牌。获得银牌的是朝鲜队，金牌的当然是中国队的全红婵及陈芋汐。但奇怪的是，这对英国组合还有一个号称是此前全红婵的闺蜜斯凡多里尼。在此前多次的比赛中，斯凡多里尼也是多次抱起了全红婵，祝贺她夺冠。但本届巴黎奥运会，这英国女子却小家子气，颁奖的时候把中国队员当空气，直接走到朝鲜队员那里表示祝贺，完全无视中国对手，估计是出于羡慕嫉妒恨吧。全红婵不明白所谓闺蜜斯凡多里尼的举动，甚至全红婵还向陈芋汐发问。更加年长的陈芋汐或许看出了对方的意思，陈芋汐和全红婵来了一个袋鼠抱，化解了这一尴尬。而在陈芋汐的拥抱下，全红婵或许也明白了场上发生的事情。毕竟英国组合针对的意思实在太明显了。看来美国泳协和英国泳协是把针对中国的从游泳池带到了跳水池了。西方人的格局真是太小，太恶心了。第7点，英国蛙泳名将亚当·皮蒂称泳池已被污染，并取关所有中国选手。欧美人真的是远比想象的更在意中国赢得的这枚男子4×100米混截金牌。英国蛙泳名将亚当·皮蒂采访说，让中国退出纯洁的泳池后，这还没完，还直接取消关注中国所有选手。所以中国选手只有在比不过欧美人的时候，才配出现在他关注的列表里。亚当·皮蒂的英国队混截拿了第4名，无缘领奖台，这样他们就死死盯上了中国队。他和包括《卫报》、BBC 在内的所有英国主流媒体大吐苦水，内容就是他伤心欲绝到可能选择退役，来抗议抨击中国游泳队用这种欺诈作弊的方式拿到了奥运金牌。每篇采访都在讲这有多可耻，这是污染了这个纯洁的泳池，毁坏了这个体系等等。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国游泳队自绝于世界，否则就是自己退出这项运动。这位英国蛙泳名将讲来讲去就是他们中国人怎么可能超过我们呢？这不现实呀！所以他们作弊了，用药了。看看，这就是所谓的盎撒逻辑及狭隘。好，我们看第8点，女子排球，中国队对土耳其，中国止步8强。这届中国女排总体实力大不如前，一传频遭波动，扣球和防守频频失误，但最终的决胜局第5局却因裁判2次有争议的判罚而扼杀了中国的反扑机会。其中一次明显的过网击球未被判罚，而中国队的有效救球却误判给了对手。即使中国队进行了申辩，也未能改变这一判罚。这些争议引发了人们对裁判水平的质疑和不满，但人们对教练的决策或许也稍有微词。比如说，战术性错误也是导致中国女排止于8强的原因，非常的遗憾。曾经的中国女排也是拼搏励志的代名词，激励着80年代等等整整一代中国人。而本届巴黎奥运会，中国3大球的集体缺失，也说明了中国的集体项目可能需要新思维及大刀阔斧的整顿，特别是中国男子足球，这又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。我们看第9点，日本柔道、南朝鲜的跆拳道都进入了奥运，但却没有中国武术。现在连霹雳舞都成了奥运项目，日本柔道、南朝鲜的跆拳道也成了奥运项目，而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武术却未能进入奥运，实在让人无法释怀。按理说，按中国综合国力及实力，中国在世界上也算数1数2了吧？但为何中国武术
外国更知道的名称是中国功夫，却一直未能成为奥运项目，实在说不过去。看来呀，中国体育界的领导还得加把劲，努力推广呀，否则怎么向14亿国人交代呢？第10点，中国厦门一家银行的女程序员请假参加巴黎奥运大众马拉松项目。就职于厦门国际银行的90后女程序员黄雪梅向领导请假参加巴黎奥运大众马拉松项目。开始她的领导以为她在开玩笑，然而得知她真的获得了参赛资格后，整个办公室都沸腾了。主管不仅爽快准假，还鼓励她跑出中国人的风采。这是奥运史上首次设置大众马拉松项目，赛道与正赛道完全相同。全球共有40048名大众选手中签参赛，其中包括120余名中国跑者。黄雪梅本次完赛成绩为2小时41分03秒，获得女子组第1名。估计这个第1名是不计入奥运会奖牌的吧，但也算全民参与的典范，体现了奥运精神，也体现了你看中国的女性多么厉害。好，我们看最后一点，11点。丑国紫薯队。本届奥运会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，丑国游泳运动员比赛后露出水面时，脸都是紫色的，俗称紫薯脸。因此，丑国游泳队也荣获了紫薯队的称号。所谓实至名归。他们是非人类，或者是新的物种，叫紫薯人，有过人的爆发力，所以可能才频频为丑国夺得金牌及银牌、铜牌。而其他队员，比如说中国队的队员露出水面时，脸色完全正常。单单丑国队有此种现象，所以有一定的质疑也在情理之中了。但人家丑国队员有免检特权哦。另外，以前有的国人说西方人不太在意这个奥运会金牌，但是从本届巴黎奥运会的比赛来看，其实西方人特别在意金牌，对吧？你看看，为了打压中国获得金牌，西方特别是以丑国为首的西方使出了多少幺蛾子呀。好，这是本人盘点的本届奥运的几个瞬间。总之，本届奥运中国人创造了历史，拼出了非本土比赛奥运的最好成绩。2008年北京奥运，中国有主场优势。一般来说主办国都会取得比客场比赛更好的成绩。所谓中国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嘛。对中国队来说，2024巴黎奥运有众多突破，也有不少遗憾。接下来还有4年时间备战，让我们拭目以待2028洛杉矶奥运。但由于被丑国为首的地缘政治污染奥运，本人对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较为悲观。到时不知道主办国会使出什么幺蛾子，比如说在签证上搞小动作呀，或者食品方面投毒等等都有可能。反正中国人要多几个心眼。各位对本届奥运以及4年后的洛杉矶奥运有何看法呢？想当初西方集体给北京2008夏季奥运会以及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出难题，甚至频频出现抵制北京夏季以及冬季奥运会的情况，中国应不应该对等抵制呢？各位怎么看？